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打开此视频的你，从此以后交易一定会有所不同。我也承诺一定不会浪费你的宝贵时间。那好，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。我们中午的时候跟现在比特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。然后昨天晚上我们讲过，这边三角震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但是目前看来有一种三角震荡的可能性是仍然存在的啊。那是什么呢？是上升型三角震荡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调整过后继续向上，也就是说高点保持，低点不断的抬高，成交量逐级下降。那这种如果要是成立的话，同样也是冲破64500，然后甚至超过这个69000这个位置的高度。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稍微复杂一点WXY 的可能啊。具体一点画波动形态的话， WXY， 那这个 Y 浪呢有可能形成三角震荡，典型的复合式调整啊，过后继续向上，延续之前的这个趋势。那这两种可能性以外，还有哪一种可能性？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下跌的可能啊，也就是 ABC 的下跌，但目前还不清楚，所以还是一样跟中午的时候午间行情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关键位还是下方6万整数关口，上方64000站住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方的58000，要是破位了的话，就可能要回看到下边啊，也就是去年上升整个去年1年上升通道的趋势线上沿儿。所以这几个关键位关注好，交易上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难点啊。盈亏比都是非常好的位置，无论你是做空还是做多，都是好控制风险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即便做错了，你的确定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啊，非常小。然后你也可以随时一键反手，做错的时候，做对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拿住。然后今天我们讲什么？前2天我们讲了这个方向还有概率，今天我们就讲相对最重要的盈亏比。盈亏比某种程度上比胜率要重要的多得多啊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假设我们还是好算账啊，拿100刀为例，100刀为例，如果我们止损一次20%，那么好，那我们剩多少？我们等于剩了80刀啊。那80刀我们还要赢一次，赢了20%，那我们变成多少？我们变成96刀啊。一胜一负，结果你的胜率是多少？55开，50%的胜率。但是由于怎么样？由于你盈亏比是一样的前提下，结果你的钱没有回到原位啊。
相反，反过来，假设你先赢了20%，那你就变成多少？120。那你再输了一次20%，那是多少？减去4加20， 24，还是96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赢了一次，你输了一次，20%，120的20%减去就是96啊。所以你的胜率是5-5开50%，一胜一负，但是由于你的盈亏比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还是亏钱啊。所以胜率一点都不重要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连续止损，之前讲过好多遍啊，你连续止损99次，那100刀你还剩多少？大家可以回去好信儿可以自己算一下啊。连续止损99次，你就会剩60多刀。然而你要是一次途中有那么1-2次赚了20%、30%，你一下子怎么样了？你肯定是盈利的状态啊，不用再算了啊。所以说胜率一点都不重要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很多朋友胜率高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我跟大家拿比特币盘面举例子啊，很多小白还有一定交易经验的朋友都碰到过这种问题，就是说盘整的区间很容易做单，到了低点我就做多，到了高点我就做空，然后这个小范围你能密集的做很多单，然后吃很多利润，看起来很多，实际上没有多少啊，因为你盈利的差价没有多大，然后你的这个胜率呢也非常高，几乎都可以做到100%。因为什么？你假设进场点稍微不好，你会加仓啊，你会加仓，直到给你所预测方向的这个走势以后，你直到有盈利空间，然后你才去怎么样。但是往往这种做法就是什么？找死啊！因为什么？长的 K 线出来以后，通常会有密集的这种盘整小 K 线，然后通常怎么样？它会有一个大的波动，它兴许是继续向上，或者是向下，这是不一定的啊。这种情况下，由于你的做单行为已经在这一区间形成了一个习惯，人这个生物就是这样啊，这是人性，他能记住近期的事儿，而且非常习惯近期的事儿，然后他损失厌恶，导致怎么样？即便方向错了，比如说这个位置你做空，但是由于之前你这么多次都得逞，所以说这次你也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想重复之前的这个胜率收益，结果你不断的加仓，瞬间没看住，然后你的杠杆已经很大了，再加上损失厌恶，你已经怎么样了？你已经没办法止损了。然后刚开始10%甚至50%、15%这种情况下你都不愿意止损，一旦穿到30%、50%的时候，你就更没办法止损了，更别说更大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？持续加仓，持续加保证金，然后你一下子仓量，你的持单量就已经很大了啊。由于这个钱越来越大，你的心里怎么样？更难受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求神拜佛，然后眼睁睁的看什么，直到你拿不出更多的保证金，然后怎么样？
爆掉，就是这种情况啊。爆掉以后，你由于之前的胜率很高，就这么一次单，导致你怎么样，直接回到解放前啊。就是说什么最极端的，你都能做到95以上的，甚至99的胜率，然后就因为这一单，你整个账户就死了啊。所以说胜率一点都不重要，那种胜率全是假的、虚的啊，没有意义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连续试错，就是止损，但是有那么一次做对了，一下子就能吃很多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盈亏比。所以一定要注重这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在这儿举个例子，如果说它能形成 ABCDE 上升型三角震荡，然后突破，它能上去，那么好，很简单哈。我们在这一沿线等它突破，我们就可以下方设止损，然后做多。然后我们做多的预期是多少啊？举个例子，多头，假设我们在这个附近开多，然后我们在这个相对成交量密集的这一区域做一个止损。那好，我们向上看到多少啊？至少要看到65000，对吧？这样的话盈亏比是多少啊？2倍以上啊。也就是说这笔单你要做的话，你亏1个子儿，赚2个子儿以上，所以这个买卖可干啊。然后怎么样？这种交易你要越多，时间越长，你账户肯定是赚钱的，胜率不用高，盈亏比好就行。所以说我们做单的时候尽可能怎么样，把盈亏比做得更长一些，更大一些，最好是1:3以上，最低也不能低于1.2:5。所以说盈亏比这一项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们从方向开始到概率，还有到盈亏比，今天把这个最基本的讲完，然后继续后边还有资金比重等等啊，仓位管理，整个风险的管理，系统性的策略，投资组合的建立等等等等啊，我们都会去讲。然后为什么说我们这么计较这个方向不可预测，然后概率预判，然后我们追求盈亏比？其实古时候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啊。我经常说我们华人有这个基因，有这个优势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我们古代最早刘邦身边的张良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还有蜀国的刘备旁边的诸葛亮，还有曹魏司马懿，包括燕王朱棣身边的怪和尚姚广孝等等等等啊，这些人怎么样了？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从来都是不会跟你说绝对的话，包括袁天罡、李淳风、刘伯温的烧饼歌都是一样的啊。推背图你仔细看那上边的字儿跟词，这些东西留下来的都是模模糊糊、模棱两可的一些话。为什么呀？他讲的实际上就是华夏文明的智慧啊，几个字儿就可以概括了。阴盛阳衰，不是否极泰来，周而复始，盛极必衰等等这些问题啊。还有别忘了啊，刚才说的无论是张良还是姚广孝还是诸葛亮、司马懿，他们为什么能预测神准呢？因为怎么样，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正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核心人物，本来他们就能掐会算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，所以说自己还身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核心人物，他当然能必然的预测未来的
种种一些问题啊。所以说不要神话，过度的神话，这个交易也是一样。我们最经常提到的巴菲特，包括他的老师格雷厄姆，还有瑞达利欧，这些人永远都怎么样？永远都不会去预判市场一定会上涨，或者是一定会下跌。所以我们小白小散也是一样的，一定要记住这些基本的东西，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难做到的东西。所以希望大家把胜率放弃掉，关注你的盈亏比。那好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明天再见。